说到泰国的鸭手通府啊，你们可能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悉，但是这里啊藏着一个世界级的庆典——火箭节。所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一趟3天2夜的深度旅行吧。其实火箭节在泰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祈雨仪式，在泰国整个东北地区，几乎每一个府都会举办自己的火箭节活动。但如果要说到最有名的，那就是鸭手通的火箭节啦。没有错。鸭手通它不只是个地名，它也是泰国火箭节的代名词啊。当地人相信，把巨大的火箭射向天空，就能传达讯息给雨神，祈求风调雨顺。白天的街道上挤满装饰华丽的火箭花车，每一辆都像是精雕细琢的艺术品，非常壮观啊。游行的队伍更是精彩万分啊，从优雅的传统衣裳舞蹈到充满活力的现代彩虹游行，展现当地文化的多元与包容，整个气氛真的是超棒的啊。到了晚上，当地的夜市当然是不能错过啊！各种以山特色的小吃香味扑鼻，让人食指大动。而且整个庆典的高潮，当然就是那个紧张刺激的火箭射高比赛。看着承载众人盼望的火箭呼啸升空，那个场面真的超震撼的。这一切都源于当地流传已久的禹王与蟾蜍王之间的史诗战争故事，更为庆典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旅程的最后，我们还去隔壁的Loei Et府，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新地标Loei Et Tower。这栋塔楼的设计灵感来自泰国的传统乐器 Wold， 造型非常的特别，脚下就是透明玻璃，我们可以在上面俯瞰市景，视野超棒的，也算一次刺激又难忘的体验。这趟鸭手通的火箭之旅真的是充满惊喜，推荐给大家。虽然这次我们开了8个小时的车，但其实一点都不累啊，因为白天开车道路也蛮平顺的，整体还算舒服。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竟然会在乙山的郊区塞车啊！我们在武里兰府卡住了，没想到这边也有办火箭节，其中一段是被队伍给挡住了，所以说我们要等它慢慢通过。然后另外一段我们是被牛给挡住了，因为乙山那边有很多放牧牛群啊，所以遇到牛过马路，我们也要乖乖的让它过啊。除了这2段之外，其他路都很顺，尤其是Loei Et到鸭手通的那一段 H121啊，那条路真的是直到不行，铺的又平，开起来超舒服的。其实我们抵达鸭手通府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了，但重点是我们根本没有事先预定旅馆，结果就是在这个大节庆的期间，很多旅馆都客满了。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一间叫做 JP Emerald 的旅馆，查了一下，它大概是1晚600泰铢，但因为火箭节的人潮涌入，价格直接翻倍，变成1晚1200泰铢啊。不过说实在话，在一房难求的情况下，能找到一个舒适又能休息的地方，而且价格还算合理，就已经很不错啦。更幸运的是，这家旅馆的位置超赞啊，离主会场超级近，走几步路就可以到游行的那条街，那就是鸭手通市政府法院前面的主干道。整条路在火箭节的期间被封起来了，所以你开车几乎是开不进来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啊。也因此能住在步行距离内，真的超加分的，而且还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沉浸式的体验这场文化的盛宴。所以我们立即把车停好，办好入住手续，行李放一下，马上就迫不及待的冲下楼，开始寻找我们的晚餐啦。火锅，我们要来吃火锅喽 ！Tommy Hot and Grill。我们晚餐选了一家连锁火锅店，其实还蛮不错的，价格相当的便宜，一个人只要289泰铢，还有牛肉可以吃哦，是自助餐形式的，吃得超饱，也感觉超划算的。不过啊，这家店刚好在舞台的旁边，音响真的是超级大声的，我们边吃饭边被这个音浪轰炸，耳朵真的快受不了了。但这个气氛真的是超嗨的，整个城镇都在热闹的庆祝啊！吃饱过后呢，我们就去看看泰国东北特有的舞台文化啦，来体验一下他们的热情与夜晚咯。你看，这个声音真的要把我耳朵给震坏了。我现在在剪影片哦，用耳机听真的觉得超夸张的，但现场的那根本是另外一个 level 啊，那根本不是音乐，那是把灵魂震出来的声音啊，超低音像轰炸一样，每一下都打到心脏啊，真的不夸张啊，有时候震到你怀疑人生，心率就开始乱跳，手也开始想要乱舞起来了。
这种等级的喇叭轰炸声啊，根本就是一种疯狂的文化。当然啦，这个东北的舞台文化活动怎么可能会少了选美比赛呢？每一个府都会派出最漂亮的小姐姐来参赛，还有肌肉猛男同场较劲，帅哥美女轮番上阵，整个舞台超有看头的。然后你就一边听着轰炸级的疯狂音乐，眼睛边吃冰淇淋，这个视觉跟听觉的 combo 真的是太享受了。这根本就是一个超狂的文化派对，真的不能错过啊！ 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ดินแดนทุเรียนนั่นคือจังหวัดนนทบุรีค่ะคุมวัดมหาธาตุและมิวเจริญเฟอร์นิเจอร์เป็นผู้ส่ง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ขอบคุณค่ะเทพบุตรที่ดามักไฟโก้แนะนำตัวต่อ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ละ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กท่านเรียนเชิญครับหมายเลขหนึ่ง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หมายเลขหนึ่งชายโดภัสวัฒน์ปณิศักดิ์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จังหวัดสุรินทร์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ครับหมายเลขหนึ่งต่อด้วยหมายเลขสอง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นายคมสันเดชจรุนครับชื่อเล่นชื่อโบครับผมมาจากจังหวัดร้อยเอ็ดครับผมเชิญท่านต่อไปเลยครับ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หมายเลข3ครับหมายเลข4ครับขออนุญาต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หมายเลข4กรณ์กฤษณรัตน์สุรินทร์ครับผม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ครับฝาก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ด้วยนะ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เชิญ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ท่านต่อไปเลยครับหมายเลข7ผมนายวันชัยผมไผ่ชื่อต้องครับ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จังหวัดสกลนครครับเชิญ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หมายเลข8ครับเรียนท่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ขกผู้มีเกียรติทุกท่านแล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พี่น้องชาวแยกสวนทองทุกคนผม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เทพบุตรบ้างไฟโก้หมายเลข8นายกนาทิพย์นาชัยเรียง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พีพีวิพวัฒน์ศรีไก่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หมายเลข10มาจากจังหวัดมหาสารคาม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เชิญ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ท่านต่อการไปเลยครับหมายเลข11ครับ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หมายเลข11การป่วยครับนายวิวัฒน์อิสระกูลนายวิทยาอายุ18 ปีมาจากจังหวัด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ท่านต่อไปครับหมายเลข12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หมายเลข12ปุ๊บคุณวริพลกิจบุญรอด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จังหวัดอุดรธานีมินเจริญเฟอร์นิเจอร์ยโสธรส่ง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那你老乡哦，那你老乡哦，对呀，那你老乡啊。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เข้าประกวดหมายเลข13นายศิลปภพคำบอลหนุ่มเมืองขอนแก่นจบจากคณะขอนแก่นคณะศิลปก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สาขาการแสดงขอความใจจากพ่อแม่พี่น้องทุกท่านช่วย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ต่อด้วยนะ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接下来我们来逛逛火箭节的夜市吧，这里就像东北限定版的庙会一样，超多特别的小吃啊，像这摊一回款看起来就像是田螺啊，摊主们会在后面把一颗颗螺肉挖出来，串成一串串的螺肉串，再摆在摊前整齐的展示，准备贩售。是好吃的，真的。这螺肉它已经煮过的，哦，不是生的。当我们点的时候，老板会现场把螺肉串拿去热水涮一下，然后再淋上独门的酸辣酱，看起来是一个很 local 的小吃啊。我是不敢吃啦，但我老婆超爱的，吃得津津有味啊。再来是这一摊神菜改挪，这个我跟我老婆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是拿小小鸡下去炸，但我老婆觉得应该是拿小青蛙下去炸。那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也不知道。那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麻烦在留言区跟我们说一下，谢谢喽。其实我们6月有计划去东北的李府参加鬼面节，如果那边有卖的话，我们也去那边再确认一次。现场除了这些，还有泰式凉拌啊、炒栗子啊、烤鱿鱼啊、泰式煎饼啊、韩式炸鸡啊，还有古早味的糖果，还有一些游戏的摊位，就像嘉年华一样热闹滚滚啊，怎么逛都逛不完啊。哦，人家是这么小杯。
更酷的是，夜市旁边的校园操场也变成儿童乐园了，有摩天轮啊、云霄飞车啦，还有一些可以喂小动物的互动区，小朋友在那边玩得不亦乐乎，气氛超欢乐的啊。สลับสีครับ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เขต 1 จังหวัดยโสธรครับท่านเจือยานาฏสุนครับสมาชิกองค์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ส่วนจังหวัดยโสธรท่านสรีพัฒน์นาฏสุนครับ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องค์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ส่วนจังหวัดยโสธรปุ๊บรักเล็กๆดาดฟ้าพญาหลอด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ไปยังบริษัทปันทัศน์239จำกัดครับ 走吧。这方面。夜市我们也逛得差不多啦，我们准备回旅馆休息喽。鸭熟通的火箭节啊，其实是连续3天的活动，像是今年2025年就是5月的16、17、18这3天啊。第一天基本上是准备日啊，这些花车会停在法院前那条大马路上，整排超壮观的，这时候最适合拍照啦，因为还没有开始游行嘛，所以说你可以很近距离的看这些花车啊。不过人也蛮多的啦，记得排队拍照哦。整台花车大致上可以分3个部分，前面是车头，中间是主体，最后当然是尾巴啦。车头那边呢，就是一根超长超粗的圆柱体，其实呢就是火箭的象征啊。火箭还可以再细分成2段，上面那一小段会做成那家龙的龙头，下面那一段就是它的身体。游行的时候啊，会有工作人员会操控那个龙头喷水，然后底下的人让龙身摆来摆去的。整个动起来很有气势啊，而且车头几乎都会放张国王的照片，以表示敬意，还会放一只超威的神鸟，看起来很眼熟吧？就像你去泰国的政府机构或银行，在门口看到那个红色大鸟，那个叫做 Krood， 是泰国国徽的神兽啊，王权的象征啊。花车的最前面通常也会装饰很多的白色小花，数量超多的，而且整个堆起来超壮观的。这些花会被串起来，像马来那样的花环。就像我们在泰国，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会有小贩来卖的那种花圈啊，有些是天然花，有些是塑胶的。不过这些花车都是用天然花，而且很香啊，形状像一颗小钟，蛮可爱的。再来就是中间的部分啦，这一段通常会做得像神殿一样，有些车子上面会放雨神，因为火箭节本来就是个祈雨的节日嘛，蛮有意义的。有些车子中间会盖一个金色的小宫殿，里面会坐着穿着泰式传统服装的小女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在那边笑笑的跟大家挥挥手，还会洒洒水，整个气氛又温馨又热闹，超可爱的。最后呢，就是尾巴的部分，这边几乎都是那迦龙尾的大集合，很多条的龙尾交织在一起，变成一个超巨型的龙尾造型。还有天神在上面吹乐器、摆姿势，整体雕像的细节也做得超细致的。不过呢，不是只有这些大型的花车而已哦，沿路上还有那些比较迷你、比较朴实的小花车，看起来就像以前古早人自己打造的，很有味道啊。听说一台这样大型的花车啊，装饰预算大概在35万泰铢左右啊。这些花车会在整个东北巡回演出，今天可能在鸭熟通，明天可能就开去布宜兰或者是罗埃尔继续表演。我们回程的路上，真的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整台花车在狂飙啊，真的是超酷的啊。后来我们拍照拍完之后，我们人就很累了，我们就准备回旅馆休息一下。没想到旅馆离会场超近的，晚上真的是超吵的啊。那个音乐整个晚上都在咚哧的，根本没有停下来。一般来讲，我应该会睡不着啊。但因为早上我们从村屋里开车一路杀过来到鸭熟通啊，大概8个小时，整个都累翻了，根本没有什么心思说外面在放什么音乐啦，倒下去就直接睡到第2天天亮啦。看，隔天早上就被这个火箭爆炸声给吵醒了，根本不用闹钟啊。也好啦，
这也代表 Day 2的压缩通火箭节行程正式开始啦。这还在准备哦。前面有卖扇子，买扇子。我买个帽子。第二天的行程呢，游行说是9点开始啦，但你知道前面会有一些官员致辞啊、开场仪式啊那一类的，实际上要看热闹，大概是10点半之后会比较好，所以我们也不急，主打就一个慢慢来 ，slow life 啦。行程开始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景点，也不是拍照，是要让老婆吃饱啊！因为老婆只要肚子饿，她的心情就不好，她的心情不好，旅程就会崩啊！所以求生欲望极强的我，立即开启了早餐雷达，目标明确，先喂饱老婆，其他事再说啦。早上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当地的早餐店啊，卖的是靠扁，这可是东北蛮有代表性的传统早餐啊。中文大概可以叫做湿米线汤吧，它里面有米线、葱花、猪脚肉、鸡爪，还有一些东北香肠。整碗汤吃起来有一种湿湿黏黏、滑滑稠稠的感觉，味道其实很淡，不会很重咸。但老实说，我自己是吃不太惯的，主要是那个黏度实在是太黏了。但我老婆吃得很开心啊，老婆开心，整个旅程就顺啊，走到哪里都心情好啊。差不多10点半，花车与舞者就开始陆续进场啦。整个游行的主审区设在电信局前面的路边，政府官员与人民代表就坐在主审旗上面，一边看一边打分。在主审区的对面是一间学校，学校旁边搭了一个像运动会会用的临时看台啊，让观众们坐着看表演。我们就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看进场，视野不错，距离也蛮近的，整个临场感十足啊。接下来登场的是彩虹游行，现场气氛非常的热闹，观众的反应也非常的热情啊，让我们来看看吧。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去年的冠军队伍啊，光是看他们的出场气势就是不一样，服装、队形、气场全部超有水准，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呢？咱们拭目以待吧。เมื่อมีทางสิเสริ
เสิญขวัญพระเจ้าเอาแก่นไทยองค์พ่อไทยพระมหาวชิรเก้าเจ้าอยู่หัวจอมอดีศรน้องจะตัวอำนวยอวยชัยอันเซินเทให้ฟ้าน้อมมาวางห้องสามดูดวงนางหลังสาธุการห้องน้องเสียงไปเรียนไปวางสิสาสิตานบ้านของสมพรจงเจก้าวก่อนเฉลิมพระพรวอนส่ง漂亮，很漂亮，对啊，很不愧漂亮。是冠军哦。漂亮。อยู่ยิ่งย้อนปอนวาสาดุรีตั้งดวงมาลีความใสเกษาโอ้ยเดนอสาวพระเครื่องแต่งเย่อขึ้นบูชาทางบังเสียนไทยงาเกินเก่ายังขมอมโฮมเฮียงหอมด้วยนี่ก่อนเลียนมาเนาอยู่ใต้ลุ่มป่าลีลายในหลังนี่ทวนทีด้วยพระพรนอป่าสะพังพร้อมมังทั้งสี่จังว่าโอ้ยเดนอจังว่าเสียงสองประคมกองดนตรีน้ำนองพระผู้มีบดินทราราชา专业，在下雨天还是要继续跳。对呀、天气怎么样，还是要继续。พร้อมแล้วว่าย้อนเยินสรรเสริญพ่อหล
ด้วยเกล้าด้วยกระหม่อมขอเดชะข้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คุมบ้านเหนือวัดสิงห์ท่า
โยมเป็นตาบอกมีบ้านทางนี้มิ่งมอดดวงฤดีที่ดีคู่ที่ว่าไอ้หัวดังดวงตาทั้งสองเข้ามาเกี่ยวกันมันมีลมทั้งสองเข้ามาเกี่ยวกันมันมีลมพี่ได้เลยยนต์เมื่อมองเจ้าเธออยู่นะเพียงเพียงสุดได้มาสุดลาฟ้าไกลปากเอาไว้อยากได้เที่ยงทูสัญญาจงเชื่อคำมันพี่ชายฮักจริงบ่มีแน่ใจอย่ามัวเกินอายฮักเจ้าเด้อเสียงประเมินให้กับแชมป์เก่าปีที่แล้วด้วยครับผมบ้านเหนือวัดสิงห์ท่า ข
上届的冠军果然不是盖的，从传统舞一路跳到乡村风，节奏、队形、姿态全部都抓得超稳，气场直接拉满，尤其是那个手势啊，丝滑又优雅，力道拿捏的刚刚好，真是一个漂亮可以形容的。更猛的是中途还突然下雨，整个场地被淋得湿哒哒的，观众们撑伞穿雨衣超狼狈的。但你知道吗？那些舞者完全没有在怕的，该跳的跳，该笑的笑，队形照样整齐，动作照样利落，超专业的。而且跳到乡村风那一段的时候，整个气氛炒到最嗨啊！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经典的东北弹舌声，那个声音一出来，嗨爆全场，现场的震撼加文化的热情，我们真心建议一生一定要来这次火箭节啊！然后在整个游行里面，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有一组队伍是拿着渔网在抓钱，画面真的超好笑的。还有另外一队是在抓 Pono 就是一个泰国的黑黑的神话人物，整个造型跟动作都超搞笑的，现场观众看到笑到不行，完全是来走一个轻松搞笑的路线啊。看完前面那些载歌载舞，接下来就是花车进场了。那个花车真的是超大的，工作人员还得用竹竿把电线撑高，不然根本过不去啊。除了这个巨型的花车，还有小型的展示车，上面摆满了鸭手通的特色，西瓜啦、三角枕头啊，还有传统的小吃、编织品、竹编工艺等等，整个超有地方味的啦。เชิญเลยครับขบวนต่อไปท่านผู้มีเกียรติที่เคารพจะเป็นขบวนประกวดขบวนแรกจากอำเภอมหาชนชัยบั้งไฟอำเภอมหาชนชัยนำโดยท่านวรเทพทองน้อยนายอำเภอมหาชนชัยท่านทรงสิทธิ์พจนิตพจนชัยประธานสภาวัฒนธรรมอำเภอมหาชนชัยซึ่งในปีนี้ขบวนแห่ประกอบไปด้วยป้ายอำเภอมหาชนชัยป้ายขบวนเทิดพระเกียรตินะครับขบวนตราสัญลักษณ์ขบวนฟ้อนรำขบวนกลองโบราณ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ยังมีขบวนบั้งไฟโบราณมีรีวิวประกอบรถบั้งไฟขบวนมาลัยเข้าต่อแฟนซีนี่คือขบวนของอำเภอมหาชนชัยนะครับพี่น้อง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รักทุกท่านที่อยู่หน้ากองในการครับขอความกรุณาถอยหลังสักนิดหนึ่งโอเคครับทั้งสองฝั่งเลยถอยหลังนิดหนึ่งครับได้ดูด้วยกัน我们走到这边的时候已经下午1点了，说实在话，早上那碗靠扁根本撑不了多久啊，早就饿扁了。尤其是你知道了吗？要是没有准时喂饱老婆啊，她的心情可是会不好的哦。所以我们立马在附近找了咖啡厅，点了披萨跟简单的午餐，补补体力。在前往餐厅的路上，刚好经过鸭手通非常有名的寺庙วัดมหาธาตุพระอารามหลวง。然后你猜怎么样？我们竟然看到一只小象躲在庙旁边，偷偷的在吃那边的树啊！整个画面超可爱，也有点搞笑啊。吃饱喝足后，我们就决定慢慢走回旅馆休息啦。不过你知道吗？整个游行会一路持续到傍晚6点甚至7点，所以沿路上还有满满的花车在走，队伍在跳，完全都没有停下来过。我觉得整个火箭节真的很像东北的第2个泼水节一样。เอาเสียงเพลงเครื่องเสียงลงก่อนไหมรถแห่เอาลงก่อนพี่น้องเอ๋ย
ตกรับเดือน6เข้าฤดูกาลขึ้นไหมซุ่มเฮาพวกไทยไทยบ้านเหนือบ้านคุ้มได้มาตุ่มดอกแห่แหนจัดบังไฟแสนขึ้นให้งามตามฮีดเก่าทั้งผู้บ่าวผู้สาวแต่งขบวนฟ้อนเสริงปั่นเทิงแท่ผู้ประชาได้เวลาแห่ขึ้นบุญบังไฟเพิ่นได้ว่าขอฝนมาลงหน้าจากพญาแถนเข้าผู้เป็นเจ้าให้เบิ่งแย่งการแสดงเมื่อนี้ไทยน้องพี่รับถวายทั้งบรรยายก่อนมาบูชาพระอินทร์เจ้า这些花车真的一台比一台还要华丽啊！整场活动下来，花车绝对超过10台，不夸张的说，走在队伍旁边真的会忍不住一直拍照，一直拍照，每一台都超有特色的。老实说，这个火箭节的花车规模，感觉可以跟7月乌龟的蜡烛节有得一拼啊！对啊，估计要走一整天哦。对呀，哎呀那。就分3个主体，有尾巴，中间还有头，尾巴做得很漂亮哦。休息过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去找晚餐啦。这是我们决定前往鸭手通市区的一家在地人气餐厅行农手，尝鲜看看。刚好对面就是当地的中国庙闪照碰喇门鸭手通，所以在吃饭之前顺便可以过去那边拜一下。其实附近还有一个叫做醒他的博物馆，但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已经6点了，所以说它已经关了。还有要提醒大家，因为当天市区的主干道为了火箭节的游行被封起来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用 Google Map 正常导航，只能自己开车绕过去。我自己就记了一个地标啊，狮子雕像的圆环，把它当成一个定点，这样开车才不会迷路，算是小小旅人的智慧啦。哦，你看这边也有庙。这边是喝饮料的，嗯，这边是吃饭的。哦。这是伞叫泡朗图呢，我们既然到这儿了，也是要来拜这儿了。哦，好啊，等下来拜一下吧。把米摩兰。对。哇哦。哦，它的馅是看一下，它馅แบบนี้ 哦，它馅不一样哦。ใช่แล้วก็มีพวกเครื่องในด้วยแล้วก็มีถั่วลิสงด้วยนะ那馅不一样哎。ใช่我เห็นในรูปแล้วว่า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บที่เคยกินก็เลยลองสั่งมา春布里好像没有这种馅哦。因为它的蛋黄面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它的形状跟市面上不太一样。
吃起来很有嚼劲，非常特别。在我们吃饭的这段时间，我们来聊一下优手通的历史吧。鸭手通以前的名字叫做慢行他，意思就是河边的狮子村。大约在250年前，就是西元的1771年左右，有几位非常勇敢的领袖，像是阿窝和陶康苏，他们决定在泰国东北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家园，大家就在这里盖房子过生活。时间又过了一些年，大约在1814年，当时的泰国国王拉玛2世注意到这小村庄越来越热闹，也越来越有发展，所以说就赐给他一个更宏伟的新名字蒙优手通。这个皇家的赐名呢，对小镇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让它的地位提升了不少，还吸引了更多的人口、资源和商机呢。而这个名字本身也很有意义哦，蒙代表城市或城镇，优代表的荣誉与伟大，手通则是代表美丽与吉祥，像是带来好运的事物，所以蒙优手通可以解释成伟大而幸运的美丽城市。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气势啊？第二天的行程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啦。其实外府这边真的很淳朴啊，晚上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啊。我们也是去夜市玩玩小游戏，吃点小东西，然后准备收工。当地人的夜晚多半是回到家，和家人亲戚围在一起喝喝酒啊，聊聊天啊，过得简单又舒服的生活。这样的节奏反而让人觉得很放松啊。哎呦，有那一瓶可乐，哎呦。哎呦，拿到2瓶，哇！你看现在是什么8？青蛙的形状，是很像青蛙，很像青蛙的形状。今天是火箭节的第3天，也就是最后一天。而这一天的重头戏，当然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射火箭比赛。虽然活动从早上6点就开始了，但其实也不用太早到，因为整整一天从早射到晚，现场都是热闹滚滚的。通常早上的比赛就是看谁射得高，到了下午则是精彩的花式火箭登场。比较可惜的是，我们隔天要回去上班，没有办法待到下午。所以说我们只看了早上的射高比赛，火箭大概每半小时就会发射一支，节奏也不算太快，但现场的气氛很好，大家都很投入。比赛的发射场地是一个超大的空地，就在一座桥的前面，一共有5个发射台。我们觉得最适合拍照的地方其实是在桥上，不过桥的后面才是评审的位置，他们坐的地方比较阴凉。不过那边电线很多，反而视野会被挡住一些。火箭节的现场其实也很有趣，有时候火箭的名字也很搞笑，像什么超霸气煞 A 黑鹰的那种名字啊。当主持人念出这种中二名字的时候，我是觉得真的超好笑的。自己搞个制作，搞个玩具，是会摇拉低。3、2、1
看一下你要买什么数字吧。它掉下来，掉下来了。其实这样有点就像派雅纳的形状。对。这样的样子，真的很像。如果你想要更深度体验火箭节，你可以看看路边的那些小摊贩，他们会卖小型火箭，就像台湾的冲天炮，不过它是用 PVC 管下去做的，里面塞些火药，价格有从10株、20株、50株，一直到120株都有，分不同的等级。这种火箭虽然看起来好玩，但其实超危险的。因为没有限定的发射区哦，游客想要在哪里点就在哪里点，有时候那个火箭没有射好，就直接往人群里面飞过来，真的是会吓一大跳啊！所以如果想要体验的话，也就建议玩玩10泰铢的小火箭就好啦，千万不要碰那种120泰铢的，威力那真的很强，可能会受伤啊！我看到当地的小朋友甚至已经习惯了。他们几乎都是玩10泰铢的火箭，会一边点燃，一边直接用手把它往天上丢，让它顺着力道往上飞去。我们甚至还遇到一个大叔，他可以徒手抓起20泰铢的火箭，点燃再丢上去啊！他说他不敢玩50泰铢的，怕手会被烧到啊，更不用说100、120泰铢的啦，那根本就是杀人凶器，好不好啊？最安全就是小的。我们请商家用。ถ้าจะให้มันสนุกปลอดภัยที่สุดนะ มันต้องใส่ฐานมันมีแป๊บกลม จะไปหาฐานจาก ๆ ไห ฐาน นล่ะ กลมๆอันนี้เราจุดแบบจับจุดนะ จุดแบบช่างจุดนะ ค่ะ แต่ไม่น่าลอกเลียนแบบนะ ค่ะ จับไปอย่างนี้ให้มันดังมันจะไป พี่จะจับไปอย่างนี้เหรอ ว้าวว้าวเรา มันจะดังไปของมันเองนะ อะไรวะ อันนี้มันจะแรง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ถ้ามันจะมีฐานที่ตั้ง ถ้าเป็นแป๊บเราก็เอาอันนี้ลงแป๊บลงไว้เสียบลงไปเลยใช่ไหมโอ้มันจะปลอดภัยที่สุดไงว้าอันนี้เราจับจุดไปเดียว อันนี้จับจุด น่ากลัว ถ้าจะปลอดภัยจะให้สนุกเราจุดใส่ฐานไงปักฐาน ใส่ฐานนี่ จุดแล้วเราก็ถอยมาห่างๆตั้งให้ตรงๆตั้งให้ตรงๆให้มันขึ้นฟ้า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นะไม่ต้องให้มันไปตามนี้นะมันจะไปโดนคนเจ็บ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มันแรงไปหาฐานไอ้ต้นไม้ก็ได้เราต้องเสียบตรงให้แน่นๆแล้วก็ตรงๆข้างบนข้างบนไม่ต้องไม่มีอะไรกีดขวางนะถ้ามันชนแล้วมันจะสลับไปมันจะเปลี่ยนทิศทางไง你要玩吗？我不玩，ไม่กล้าเล่นน้ำปุกัด ต้องปลอดภัยไว้ก่อนนะเราไม่เคยเล่นนะ啊，帮我玩一只小只的吧。刚刚他射的那个给他钱了。那我玩小只，借一下打火机吧。เอา小只就好了。然后我们在桥边看到有人放120泰铢的火箭，那个声音真的很夸张啊，像是飞机从头呼啸而过，那个轰的声音啊，超级震撼。没想到一只小小的火箭居然有这么大的爆发力甚至还能看到8、9岁的小孩用草地上的小树枝当做支点，点燃火箭，然后让它飞出去。不过其实这样也蛮危险的，因为草是软的，火箭比较容易偏掉，有几次直接往我们脸上飞过来，真的是吓死我了。
行啊，它往后飞了，它会射到人了。当然呢，我们也忍不住想要试试啊，找了个空旷的地方自己玩玩看。不过说真的，全部都失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要让火箭稳稳的飞上去，真的不容易啊。橡皮筋把这3根小树枝给绑在一起哦，做成一个支架。哦，可以哦，这一次应该可以哦。绑得太紧了。很高兴。哦，你要数14秒钟啦。1、2、2、3、4，太危险了！要再晚一点放，痛哎，痛哎！你抓错地方了，你要抓到它的头。对，然后点1、2、3、4，然后就把它丢上去。对，你抓下面，下面都是火的，会刺到你皮肤。它燃的时候会从下到上。我就说嘛，它会从下到上，你抓下面肯定痛的。哎，确实，这个棍子太矮了。没，这是个技术活，这是技术活。好吧，走吧。回到大火箭的比赛现场，每一支大火箭都会架在一个专门的发射台上，固定在轨道里，然后你就会看到一整队人在上面调整。当人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去点火，在点燃的那瞬间，烟雾四起，接着火箭咻的一声飞上天空，尾巴拖着长长的烟，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啊！尤其是那个声音，真的超大声的，就好像站在飞机引擎旁边一样，那种轰鸣声啊，真的很让人印象深刻啊！边走边卖虫子，等冠军，等冠军。你看还有人在上面在等哦。然后全部人一起下来，然后走到外面，就是安全区，他们才开始发射。来喽！我来喽！冲到云里面去了！哇塞！果然是前冠军！他冲到云里面去了！到哪了？看不到啦！哇哦！哇！果然是冠军呢！对呀，太猛了！不见了，他们对呀，不见了，下来了吗？没有，还没有下来，没有下来呢。哇，果然是前冠军，哇，厉害！现在不好观察了，因为云太多了，不像早上雨就比较少。哦，他就直接冲到云里面去了。对呀，太厉害了。没有看到下来的。对呀。看完火箭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去鸭手通这边最有名的2个地标啦，皮皮塔潘帕亚坎卡蟾蜍博物馆与威曼帕亚田雨神的家。这2个景点是一定要来这边打卡的啦。不过要提醒一下，停车要停在外面哦。如果你停在人家家门口旁边的空地，居民会收20泰铢啊。进去参观的话需要买票，1人40泰铢。
可以看2个地方，还蛮划算的。第一站，我们先来到蟾蜍博物馆，这栋建筑本身就超有特色的，一整只巨大的蟾蜍坐在那边，超酷的啊！这栋建筑共有5层，一进去，工作人员会带你去看一个小电影，内容是在讲说蟾蜍王与雨神的故事，就是火箭节背后的那个神话传说。哦，看电影哦。接着往上走，2楼跟3楼就是介绍青蛙蟾蜍的生态知識，还有火箭的制作過程、火箭節的由來。เราจะเห็นโหมดที่เขาทำเป็นตึกอะ101เป็นทรงโหมดเขาจะขึ้นแบบมันจะเรีย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นจะต่ำแล้วก็เริ่มสูงมา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ก็เป่า哦，那它的那个乐器哈。ใช่哦以前的棒牌的形象也是模仿那个我第4層則是介紹整個鴨手通的歷史文化。จังหวัดที่71นะคะ它以前不叫亚手通นะ以前好像叫慢行哦。对，以前就是慢行，然后换成慢行踏，然后后面才会变成亚手通。到了第5層就可以出去看風景啦。因為它建築建得很高，所以可以直接看到火箭發射的現場，視野真的超棒的。參觀完蟾蜍博物館，我們就接着去雨神的家。前往雨神的家的路上，我們會看到雨神端坐在路旁，就像看守着我們必經的道路。這座建築真的超壯觀的，遠遠就可以看到一條超大的派雅納盤踞在那裡。整個建築就是龍的造型，超有氣勢的。裡面還有分幾個段落哦。第一段就是蟾蜍王跟雨神的戰爭，第2段就是介紹世界各地關於龍的傳說，第3段就是介紹印度龍的文化，第4段就是介紹泰國龍的故事，還有一些龍建築的含義。那大家可能會好奇，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蟾蜍王雨神到底是誰呢？這2位到底為什麼又要吵架呢？又為什麼後來會有這個火箭節呢？接下來讓我們來聊聊這段東北的神話故事吧。話說啊，在很久很久以前，人間跟天上的關係可不是像現在這樣子。那時候啊，神仙、凡人、妖魔鬼怪，甚至阿貓阿狗都能互相的聊天串門子啊，簡直是一個大雜燴的快樂世界。天上有個天神叫做帕雅田，也就是我們說的雨神，專門管理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事，大家都非常敬重他，日子也過得蠻滋潤的。直到有一天，在一個叫做因塔巴坦那款的城邦，國王帕雅埃卡拉和皇后生下了一個小王子，但這個孩子一出生，可把大家嚇壞了。他全身的皮膚又黃又皺，活脫脫的就像一隻大蟾蜍啊！用東北話說就是 K 坎看。國王一看，心裡咯噔了一下。按道：“哎呦，我的媽！這什麼狀況啊？該不會是什麼不祥之兆吧？”所以趕緊就找城裡最厲害的占星師來看看。那個占星師掐指一算，眉頭一皺，就對國王說：“大王啊，你這位王子可不是凡人啊，他可是派陽檀卡，也就是蟾蜍王的轉世，是帶着大福氣來的。你可要好好的撫養，將來他必定是國家的棟梁，萬民的依靠啊！”國王聽了占星師的話，雖然心裡還是有點低估，但也只能這樣了。於是下令好好照顧這位蟾蜍王子，啥都不能短缺啊。蟾蜍王子也慢慢的長大了，跟普通的年輕人一樣，到了年紀也想要討個老婆。可是國王就犯愁啦，心想：我兒這個模樣，哪個姑娘能看得上啊？所以他就勸蟾蜍王子說：“兒啊，咱們再等等，等你身體恢復正常了，爹再給你找個門當戶對的漂亮媳婦。”蟾蜍王子聽了，心裡也挺不是滋味的。他非常的虔誠，從小每天都對老天爺禱告，希望能變成正常人的樣子。他說他也想要跟別人一樣，有人喜歡，有人疼愛。可是他長得這麼的特別，根本沒有女孩子願意靠近他。他就這樣一直禱告，一直禱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於有一天，他的誠心感動了天上的 Plug-in， 就是第4天。第4天一看，哎呦，這個孩子挺可憐的，心也很虔誠，不能不管啊。於是，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第4天就從天上飛下來，來到了蟾蜍王子的旁邊，施展法力，把蟾蜍王子變成了一位英俊瀟灑的帥哥啊！不僅如此，還送了一個絕世美女給他當老婆，順便還變出一個金碧輝煌的皇宮和一大堆奴僕侍從給他。
第二天一大早，国王和城里的百姓们一看，全部惊呆了。眼看这位脱胎换骨、帅气逼人的王子，大家这才真正的相信，他果然是个有大福气的人啊！国王埃格拉一高兴，就直接把王位传给了王子。从此，这位新国王就被大家称为帕亚坎卡蟾蜍王。蟾蜍王登基之后，那真的是贤明的君主啊，用仁义道德治理国家，百姓与各路神仙都过得很开心啊。周边各个城邦的国王都跑来归顺，就连帕亚克鲁大鹏金翅鸟、帕亚纳龙王、帕亚红凤凰王这些神兽大佬们，也都对蟾蜍王毕恭毕敬的，把他捧得老高啊。结果呢，大家光顾的崇拜蟾蜍王，就把天上的雨神帕扬田忘到后脑勺去啦。以前那些祭拜雨神的规矩礼仪，全部通通都忘记啦。这下可把雨神帕亚田给惹毛啦。他老人家心想：好家伙，我才是天界的扛把子，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了吧？你把我当索嘎尼！雨神越想越气啊，一怒之下就下令禁止天上的派亚纳的，就是那些负责在天上玩水、星云布雨的龙神，再到天界来嬉戏。你想啊，龙王不能在天上玩水，那水就见不到人间，那雨自然就下不下来了。就这样，人间开始闹了大旱灾，一连好几年都没有下雨，土地干裂，民不聊生啊。蟾蜍王眼看自己的子民受苦，心里也是很着急啊。他就跑去水下找龙王派亚纳问个究竟啊。龙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几年都不下雨呢？龙王就一五一十的跟蟾蜍王解释了。哎，别提了，还不是那个雨神帕亚田，老爷子他生气了呗，他不让我们上去玩水，所以人间就没有雨了。蟾蜍王一听完龙王的解释，整个人火冒三丈。他心想，这帕亚田也太不像话了，我的子民都快饿死渴死了，再这样下去，国家就要完蛋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下令召集了龙族与白蚁们，说：来，大家一起动手，给咱们修一条路，从人间直通天庭的路。咱们要去找这个雨神算账，让他赶紧给人间下雨。同时，蟾蜍王还号召天下所有的飞禽走兽，从最小的蚂蚁、蜜蜂到威猛的龙王和大鹏金翅鸟，都来助战。大家一听，也都群情激愤，纷纷的响应，加入了蟾蜍王的讨伐大军。蟾蜍王呢，为了鼓舞士气，直接献出那巨大的金色蟾蜍原型，骑在一头威武的大象背上，亲自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龙族和白蚁们刚刚修好的登天之路，浩浩荡荡的杀向天界雨神的宫殿。到了天城，蟾蜍王二话不说，指着雨神帕亚田的鼻子就直接开骂：喂，帕亚田，你搞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年不给人间下雨，害得天下大旱，百姓遭殃，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啊！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过错啊？雨神帕亚田一看这个阵势，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回呛道：我乃天界至尊，行云布雨那都是我的事，轮不到你这个凡间的小小蟾蜍来指手画脚。你竟然敢带兵打上天庭来羞辱我，看来今天非得跟你拼得你死我活了。蟾蜍王也不甘示弱。好啊，既然你这么不讲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咱们就来战个痛快，看看到底谁更厉害。雨神一脸不屑地说：哼，放马过来便是。就这样，天神与凡界的第一场惊天动地大战正式的拉开序幕。话说蟾蜍王帕亚坎卡跟雨神帕亚田就这样正式的开战了。双方排兵布阵，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即将开打。蟾蜍王这边呢，他一声令下，让所有跟来的派亚纳龙族们全部摇身一变，化作一头头威猛的战象，气势汹汹的。然后他又钦点了一帮青蛙和小蛤蟆，组成先锋部队打头阵。小的们，给我冲啊！雨神帕亚田在天上一看，也马上展开了反击。他口中念念有词，大手一挥，顿时变出了无数条的毒蛇，湿湿土的性子，迎着青蛙和蛤蟆大军就冲了过去。这一下可不得了啦！你想，青蛙跟蛤蟆哪是毒蛇的对手啊？瞬间就被咬得七零八落的，有的活活被吞掉，有的中了剧毒，一命呜呼啊！侥幸存活下来的这些青蛙们，吓得魂飞魄散了，屁股尿流的就往回跑啊！从那之后啊，青蛙、蛤蟆看到蛇就躲得远远的啦。蟾蜍王一看先锋部队失利，眉头一皱，心想：不能怂啊！立刻又下令：秃鹰群、乌鸦群，你们上，给我把这些蛇崽子们给钓干净啊！这些猛禽得了命令，铺天盖地的就朝蛇群飞去，尖嘴利爪，一时间蛇尸遍野。雨神帕亚田一看，
哎呦，跟我玩阴的！他冷笑一声，又施展法术，这次变出一大群的恶犬，汪汪叫的就扑向这些秃鹰跟乌鸦。你想啊，天上飞得再厉害，只要被咬到就直接 GG。这些秃鹰乌鸦被狗追得满天飞毛啊，不少都受伤了，甚至还有一些被活活咬死。从此以后啊，秃鹰啊、乌鸦啊，一看到狗就怕。蟾蜍王这边又折了一阵，但是他可是有备而来的，哪能轻易的认输啊？他喊道：“猴子们，该你们表现了，去把那些狗给我收拾一下。”猴子们果然机灵，但对上那一群凶恶的恶犬，还是有点不够看啊！被狗追得上跳下窜的，吱吱乱叫，抱头鼠窜了。结果呢，不用说，从此之后，猴子也怕了狗。我就不信了！蟾蜍王也准备他的绝招，眼睛一瞪，对身后的猛兽吼道：“老虎们，该你们上了，给我把这些狗子给撕碎啊！”老虎一出马，那气势就是不一样了。俗话说，猛虎下山，势不可挡啊！老虎们咆哮着冲进狗群，张开血盆大口，一通猛扑撕咬。刚才还耀武扬威的狗群，这下可傻眼了，被老虎追得落花流水，死伤惨重。从此之后，狗看到老虎就怕了，立马就怂了。雨神帕亚田一看老虎这么凶猛，普通的招数看起来是不行啊。他眼珠一转，计从心来，暗中施法，在老虎进攻的路上设下了一个叫做“嘎当”的陷阱。嘎当就是一个专门抓捕四脚野兽的机关。老虎们只顾着追杀，哪会注意到这些陷阱啊？结果扑通扑通的掉下去不少。陷阱的下面，雨神帕亚田早就埋伏好的士兵，手持大刀，对着掉下来的老虎就是一顿猛砍猛刺啊！可怜那些威风凛凛的老虎，就这样憋屈的死在了陷阱里面。蟾蜍王一看心疼啊，这都可是他的精锐部队啊！他咬咬牙，又心生一计，对着空中喊道：“蜜蜂群、胡蜂群，还有黄蜂群们，小的们给我上，蛰死他们！”刹那间，成千上万的蜂群嗡嗡作响，如同乌云一般，朝着雨神帕亚田的军队就扑过去。见人就蛰，毫不留情。雨神的士兵被蛰得鬼哭狼嚎，抱头鼠窜。雨神帕亚田一看，这小虫子还挺厉害的，但他毕竟是天神，什么阵仗没看过啊？他立刻施法，凭空造出了熊熊的烈火和滚滚的浓烟，对着蜂群就烧了过去。你想啊，这个蜜蜂跟黄蜂什么的，最怕的就是火跟烟了。被这么一烧一熏，顿时死伤无数，噼里啪啦的就往下掉。从那之后啊，人们就知道对付这些带刺的小飞虫啊，火攻跟烟熏是最管用的啦。战况是越来越激烈啊，双方你来我往，各有胜负。蟾蜍王这边虽然屡遭挫折，但也越战越勇啊，丝毫不退缩。他对着身边的龙王和大鹏金翅鸟说：“那就看你们的了。”龙王和大鹏金翅鸟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然张开大嘴，朝着雨神帕亚田的阵地喷出了滔滔的大水。那水势之大，简直是把天给淹没似的，瞬间形成了一片汪洋。哼，跟老子玩水！雨神帕亚田冷笑一声，他可是掌管雨水的大神啊！他立即施法，让那片汪洋下的土地瞬间变成干涸的沙子，让所有水都渗进沙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眼间，一片水乡泽国就变成一望无际的大沙漠。紧接着，雨神帕亚田又是一招，从天上降下来无数支的火箭，如同流星火雨一般，射向龙王和大鹏金翅鸟。龙王和大鹏金翅鸟也不是吃素的，眼看火箭射过来，他们竟然张开大嘴，把那些燃烧的火箭一一全部吞下他们的肚子里。这还不算完，更绝的是，他们吞完火箭，竟然还能拉出燃烧的火球啊，像下蛋一样噼里啪啦的砸向雨神帕亚田的军队，把雨神的士兵烧死了不少。雨神帕亚田一看，哎呦，我去，还有这种操作啊！他又赶紧施法，在自己的军队上面造出一个巨大的魔法屋顶，挡住了这些便便炸弹，然后又念动咒语，让这些烧死的士兵全部又复活过来。接着他又祭出一招更狠的，叫做末日结火的招数。末日火焰化作无数的火箭，铺天盖地的射向蟾蜍王的大军。蟾蜍王这边又让龙王故技重施，把这些末日火箭给吞了。然后龙王更猛，这次直接拉出一门门的大炮，对着雨神帕亚田的军队就是一顿猛轰啊！雨神的军队又一次的全军覆没了。可是雨神帕亚田又有复活术啊，大手一挥，死去的士兵又全部站起来了。就这样，两边你来我往，法术进出，
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一会儿是蟾蜍王占上风，又一会儿是雨神扳回一局，来来回回打了好几回合，谁也奈何不了谁。雨神帕亚田看着遍地的尸体，心里有些不忍，就对着蟾蜍王说：“蟾蜍王啊，咱们本事相差不多。”再这么打下去，打到天荒地老，我们也分不出来一个胜负。我看不如这样，咱们来单挑，骑着大象1对1的决斗，谁赢了谁说了算，你看怎么样？蟾蜍王也是个爽快之人，回答道：“正合我意，好，就这样办。”于是双方约定各自骑上战象，来一场王者之间的对决。那场面是惊心动魄，两头巨象嘶吼地冲向对方，象牙互相冲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蟾蜍王和雨神在象背上手持兵器你来我往，斗得异常的激烈，刀光剑影，寒气逼人啊！两人从早上打到黄昏，战况焦灼。就在一个空档，蟾蜍王一时不慎，被雨神的长柄大刀的刀背狠狠地砸在脑袋正中央，咚的一声，蟾蜍王的金色脑袋立刻肿了2个大脓包啊！据说啊，这就是为什么蟾蜍脑袋两边总是有2个鼓包的原因。虽然受了伤，但蟾蜍王也是很有硬气，忍着痛继续战斗。两人一直打到黑夜，还是没有分出胜负，于是只好暂时休战，约定第2天继续再战。巧的是，那天晚上正好是没有月亮的夜晚。蟾蜍王眼珠一转，又想出来一条妙计。他偷偷的叫来小蛀虫，对他说：“小的们，今晚辛苦一下，去把雨神派亚田的那些兵器给我铸坏，让他明天用不了。”蛀虫们领了命令，悄悄的就潜入雨神的军械库，对着那些武器就是一顿猛啃。第2天一大早，2位大神又骑着战象出来了，准备继续昨天的决斗。但这一次蟾蜍王可留了一手，他让一条法力高强的龙王偷偷的变成他坐下大象的尾巴，跟着一起上了战场。决斗又开始了，两人斗在一处。就在战况激烈的时候，那条化为象尾的龙王看准了一个机会，猛地现出原形，龙身一甩，如同绳索一般，嗖的一声缠住了雨神帕亚田的脖子，用力一拉，雨神帕亚田一个不留神，直接从背上被拽了下来，摔了个四脚朝天啊！蟾蜍王和他们的士兵一看，机会来啦，大家一拥而上，把雨神团团围住，大声叫骂，都嚷嚷的要杀了这个不肯下雨、害人间大旱、生灵涂炭的雨神。雨神帕亚田之下彻底也没有了脾气，看着周围愤怒的众生，他知道自己是宰了。他双手合十，低头认输，表示愿意接受一切的惩罚。然而蟾蜍王心怀仁慈，他看到雨神已经真心悔过，就下令让手下松开了对雨神的捆绑，然后跟他谈判。蟾蜍王说：“雨神啊，你要知道，人间万物都离不开你天界的雨水。到了龙族们该上天玩水的季节，你就不要再阻止他们了，因为龙族戏水，水花才会溅落到人间，化为雨水，滋养万物，让百姓们可以耕种，获得丰收。如果没有雨水，人间就会陷入饥荒与苦难啊。”雨神帕亚田叹了口气，问道：“那我怎么知道人间什么时候需要用水呢？如果一直下雨，那岂不是要洪水泛滥的吗？”蟾蜍王又想了想说：“这个马可以让龙族上来通报啊。”雨神帕亚田又说：“可是天界离人界这么远，等龙族把消息带上来，恐怕也太迟了。”蟾蜍王想了想又说：“以后就让人间用点燃的火箭方式来给你们送信号。当你听到火箭的呼啸声，看到那个带着龙头标志的火箭升空的时候，就说明人间需要雨水了，你们就可以立即降雨。等雨水下到人间，地上的青蛙、蛤蟆、牛蛙就会呱呱叫起来，这个声音传到天上，你们就知道雨水已经足够了。还有一种信号，如果人间放飞了风筝或者吹响了叫做 wow 的乐器，那就代表雨水可以停了，因为人们要进入丰收的季节了。”雨神帕亚田听了这个想法，觉得可行，便点头答应，表示以后一定会照这个约定来行事。所以说谈判就成功咯。一场惊天动地的人神大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好啦，讲完这个故事后，你们有什么感受呢？简单来说，火箭节就是一个传统的祈雨仪式啦。那我们这次的亚手通之府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启程回家啦。回程的路上我们会经过罗埃府，既然都顺路了，我们就决定看看。查了一下资料，这边最有名的景点有2个，一个是超壮观的佛塔帕马哈杰里洗菜蒙空，另外一个是他们的新地标罗埃 Tower。另外路上还会经过一个名字很有意思的庙，叫做天堂庙 Wat
把 Non 撒完，那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吧。结果刚到哇把 Non 撒完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了。这个雨还不是普通的大，瞬间倾盆而下。看来这次的火箭节非常成功哦，雨神真的被感动了。我们就顺势开车在寺庙里绕了一圈，看看这里的雕像。这间庙的雕像超多的，各种主题都有，只是有一点老旧了，颜色也褪了不少，但整体气氛还蛮清幽的。游客也不是很多，是个可以静静走走的地方啊。离开寺庙的时候，路边还看到居民把火箭花车放在家门前啊，还特地搭一个小小的屋子把它罩起来，感觉很有趣啊。在途中还经过一个非常有当地味的市场，里面甚至卖一些我没有看过的生物啊。接下来就是往罗埃塔尔前进啦。说到罗埃这个城市，它的道路设计我觉得蛮特别的，它是以一圈一圈环状道路为主，整个城市就像一层一层的圆圈展开，跟纯不离或压手通那种直直开的路线不太一样。在这里开车要顺着圆环走，很多路又是单行道，开起来要特别注意啊。罗埃塔尔就是一座以泰国东北传统乐器哇的灵感设计的一个地标建筑。这座塔高达101公尺，刚好呼应了罗埃这个府名的意思101。我觉得这个地方最棒的就是门票超便宜啊，一个人只要50泰铢就能搭上电梯上塔看风景，而且还可以放松一下吹吹风，真的很适合来这边解压一下。整栋大楼有35层，刚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白色松鼠雕像，它们就是罗埃府的代表动物，叫做嘎洛龙白松鼠，跟罗埃府的历史故事息息相关，所以当地人非常喜欢这种白色松鼠元素。塔内是有管控上塔人数的，所以说不会很挤，空间也很舒服啊。每一层楼都有工作人员协助指引，服务还蛮不错的。我们那天是直接搭到31层楼，那个景色真的超棒的，可以俯视整个罗埃的城市，还可以远远的看到那座著名的战佛 Prabhuta Ratnamongkon Mahamuni。这尊佛像高达68公尺，是泰国目前最高的站立佛，就坐在瓦布拉帕皮兰里，整尊金光闪闪，看起来非常震撼啊。从31层楼看完风景之后，我们继续往上爬，可以一路爬到34楼。这层楼有规划类似高空滑索的活动区域，虽然当天没有开放，不过感觉未来是一个蛮刺激的设施啊。如果有朋友知道开放的时间，麻烦留言跟我们说一声哦。而让我最印象深刻的，绝对是34楼透明玻璃的 Skywalk 啊。你走，你看我，走啊！也看到，而且风，你看，现在我都转，你看，我自己也站着，我天，够吗？对哦，我不敢站在中间。你什么脸？这就是铁门站。怎么样？最后一层35楼是个佛堂，有一尊佛可以参拜，整个空间清幽又庄重，
很适合在这里安静的祷告，让身心都沉静下来。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啦。来到鸭草通这个火箭节，真的可以说是一趟超有深度的旅行。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不同的泰国，真的很推荐来东北走一走，保证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等你哦。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旅行，我们下次见啦，拜拜。